权、钱、色，这3个字基本上覆盖了男人的一辈子。而其中最难，当然也是最爽的，那就是权。嘉哥今天想要用第一性原理给你们拆解一下如何赢得权，特别是两性关系里的这个权啊，然后呢，你才会有机会去建立和享受优质关系。大多数兄弟啊，事业是起飞了，当然，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啊，一落千丈啊，对方的实力、阅历可能都不如你，但是他却可以轻易的突破你的底线，甚至是影响你的情绪和你的判断。对此，你是束手无策的。当然，这个在第一性原理面前呢，不过是个纸老虎，一捅就破啊。毕竟马斯克用它来造火箭都是绰绰有余的，对吧？那第一性原理说白了就是刨根问底，找到问题最本质的一个解决方法。你看啊，在 SpaceX 之前，全球科学家都在琢磨什么？怎么用更便宜的材料去造火箭？可马斯克用的第一性原理去拆解之后，就发现啊，火箭最贵的其实不是什么，不是材料，而是每发射一次就报废1枚，对不对？那只要让它能够回收不就行了吗？啊，于是可回收火箭猎鹰9号，出事了，直接把发火箭干成了什么？发快递，让全球整个传统航天体系彻底傻眼了呀！这个就是第一性原理的厉害之处，不纠结表面现象，直接解决根本问题。那当你按照这个思维去把两性关系中的这个权力拆解到，对吧？最后你就会发现呢，权力的第一性原理是决策权，决策权的第一性原理是垄断资源，垄断资源的第一性原理是制定规则。那是不是要开始长脑子了呀？好，继续往下听，下面嘉哥还会一层一层的给你剖析，好吧？第一层，决策权，大部分兄弟都把它拱手让人。你想吃什么？周末干什么呀？哎呀，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养你，你跟我好不好？我们谈恋爱吧。小到约会吃饭，大到关系确认，你做什么事儿都要让对方去拿主意。说好听点呢，你是绅士；说难听点呢，你就是没脾气、没主见。那你但凡是遇到一个稍微心动点的女生，你都得唯命是从啊！你说一个男人作为户口本上的一家之主，你都没有决策权了，那你何来的男人的魅力与担当呢？所以下一次你想要约他也好，还是说想要怎么着啊，那你都不要去问他有没有空，行不行，你就直接讲，周六晚上我订了家什么样的餐厅，到时候我直接来接你，如何？我建议你穿冷色系的啊，到时候好出片。你直接把时间、地点、活动还有各种全部通知到位，对吧？这些可比你问他有没有空什么成功率直接高出10倍。所以说我说过很多次，不要去追求女人，你要去吸引女人。如果你连默认他有空就会见你的底气都没有，那你在他面前可以说是毫无魅力啊，也是没有自信可言的。再比如说，你2个月的时间给这个女生花了5位数或者6位数啊，那么你的心意、诚意都给到位了，对不对？当然女生却对你说什么？我比较慢热，我接受不了那么快。那你绝对不能乖乖妥协，你完全可以跟她讲什么？我的世界没有慢热这一说，慢热就是不喜欢。要是你是，那我们就保持距离就好了。你就亮明态度，给他机会再选一次，这样呢，你才能够掌握决策权。因为人性的损失厌恶很容易让我们陷入沉没成本的这个陷阱，越投越多，越投越亏。而你敢这么讲，其实你传递的信号是什么？我的价值不会因为付出而贬值，我的原则不会因为成本而动摇。这样有魄力、有底线的男人才是有吸引力的。而且焦哥必须告诉你们，哪怕他是真的慢热，只要他在乎你，他都不可能会选择离开你，他会好好跟你解释，好好的跟你谈。所以说你对人性的理解程度很大意义上其实决定了你的胆量、你的魅力、你的地位。多学多问，好好修炼。讲到第2层了是吧？垄断资源。童曾经有说过，钱是给女人看的，不是给女人花的。今天焦哥再给你们升级一下，其实对很多兄弟来说呢，钱都是小事儿，真正关键的是资源。你可以带他见世面，带他进入高端场所，甚至是出入各种这种局，甚至你还可以介绍朋友给他认识，带他去体验你的生活。但是核心的资源是你的命脉，你得有分寸。就比如说你的这个
幕后资方、行业内幕信息啊，什么过往的经历啊，还有一些兜底的人脉啊，你都可以让他沾你的光啊，去享受你的身份红利啊。但是不能够借你的名头去随便做人情的，甚至是随便帮人站台搭桥啊。就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圈层聚会啊，里面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些核心资源，他想跟你一块去，但是你呢又直接拒绝，有点伤感情，你就可以这么跟他讲：宝贝，我今晚有个应酬，你眼光好，帮我选套衣服呗，我穿着去谈，你在家等我好消息，有事随时打给我。那首先你要让他清楚，有些场合是纯商业的，不适合带家属，这不是排斥他，这是态度。当然你得让他帮你挑衣服，这是对他的一个认可，对不对？因为女人都是感性动物，你出门不带他，他就会多虑的啊。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啊？我们可以穿他挑选的衣服啊，出门去谈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带着他的心意的呀？就好像古代的时候，男人们穿的这个战袍都是自己女人缝制的，对不对啊？这个就是高级的偏爱，你要给足他安全感与专属感。OK， 这只是前2点啊，在以上2层的这个就是地基打牢的一个情况下，最关键的第3层来了，制定规则，这样才算是实打实的一个掌权啊！你要记住，规则绝不是嘴上说说啊，规则是要落到实处的。你要让他明白，想要持续的持有你，甚至是说想要一直得到你的付出，他就得付出代价，甚至付出一些该有的行动。就像你要找一个靠谱的投资人，你想要人家给你提供稳定的资源与扶持，你肯定也要拿出对应的诚意与回报，对不对啊？当然这个只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让你去物化关系啊，或者说是锱铢必较啊，不要这样，而是要干嘛？带着这种思维去构建合理的规则，去告诉这个女生，我可以对你好，但是你也要配得上啊。就比如说很多兄弟他做事业做到一定层次了之后，会有很多的社交应酬，避免不了跟异性接触的，那跟你接触的女生就很有可能会问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很花心啊？如果说你解释否认啊，说我没有啊，我不是啊，那你就会非常的被动。其实你完全可以跟他说什么，花不花心取决于对谁。如果说你笃定要跟我长相厮守的话那你才可能能看得到我的专一那你就半开玩笑嘛，对不对？把这个规则告诉到这个女生，让她清楚你的态度和底线这样她才会为你付出，而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在让你好像去就和猴子证表现一样。你最后付出完了，你再去提出你的一个想法，然后让对方想要听你的安排，那这就不叫制定规则，这叫付出绑定。真正的制定规则是把你的付出变成他需要参与的结果，而不是他就是默认享有的这个权利。OK， 权利的第一性原理呢，算拆解完了。当然焦哥得提醒你，这套打法你可不能直接瞎套啊，你得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否则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比如说你本来是个耙耳朵，对不对？然后你看完视频，啪桌子一拍，然后立马走到你就是爱人面前说什么，从现在起也要给你立规矩，那他肯定会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因为你这个叫做人设崩塌，就跟我之前有过一条视频讲过，就断裂这个就跟一个文弱书生突然要去当武状元一样的，别人只会觉得疯了。每个人的形象、性格、关键阶段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只是底层逻辑相通而已，不懂多问，好吧？下课还是那句话多学人性，多用人性。下课。